我们要去按压我们的12井穴，按压下去就会让我们好眠。但是12井穴在哪里？首先，我们先来谈谈吃东西跟睡觉对糖尿病的影响。2024年 JAMA 发表一篇期刊，这篇期刊去研究24万个38岁到71岁的病人，那其中他们男女各半。他想要去知道说，他们饮食跟睡眠对他们的血糖以及未来糖尿病发生的机会到底有什么影响？他们追踪了12.5年之后，大约有7905个人得到糖尿病。那他就去分析了。首先，有相当健康饮食的人，就包含他们可能很少吃红肉，吃很多蔬菜水果，另外加工食品也吃很少。那这样的一个族群，发现一件事，就是他得到糖尿病的风险其实可以下降到25%。同一组人去分析，他们的睡眠时数从7到8个小时是非常充足，往下到6个小时，这2组人对血糖未来的变化都没有什么影响。但是在往下呢，如果睡5个小时，得到糖尿病的风险就会增加16%。再往下，如果睡3到4个小时，得到糖尿病的风险就更多，增加41%。那我如果睡不好，我吃蔬菜水果到底有没有用？这篇研究做出来是认为是没有用的。如果你睡不好，你吃更多蔬菜水果，睡不好的影响还是会存在。所以，我们今天就要来谈谈糖尿病病人为什么睡不好，以及提供给大家3个非常有效的方法，让你可以一夜好眠。90%以上的糖尿病病人，他都有1项以上的睡眠障碍，就包含他可能不好入睡，容易醒来之后难以再入眠等等的。所以糖尿病病人常常觉得睡不好，那有些糖尿病病人又要轮班，或者是说他本身就有睡眠呼吸中止症，就雪上加霜。糖尿病病人睡不好，常见的4个原因，第一个就是高血糖造成晚上会起来上厕所，尤其如果他的糖化血色素长期在10以上，他就很容易起来上厕所。那这个怎么治疗？我们等一下会讲。第二个呢，就是他会有末梢的神经病变，手脚常常觉得麻，当然晚上就睡不着嘛。第三个就是有17到27%的糖尿病患者，他会有不宁腿症候群，他晚上睡觉的时候觉得脚很不舒服，好像有东西在爬，怎么样？就脚就赶快要动一下，踢到隔壁的挥拳，哇，他就更睡不好，更生气。第4个则是他会有一个周期性的呼吸，也就是说你睡到他旁边你就觉得这个人怎么好像随时都要去当神仙？他呼吸一下，突然停止2-3秒，再呼吸，再停止2-3秒，他的睡眠反而是有一个周期。那在他停止的时候会怎么样？他的血氧就会往下降，然后还有一个东西会上升，是什么？血压就会升高。所以研究也发现说，这种周期性呼吸的人他其实长期来看，他的这个血压跟正常人比大概会上升7左右，收缩压的部分。听了这么多，我们就知道说，其实短期睡眠不足会影响到我们身体的代谢，就包含让你的胰岛素阻抗上升，葡萄糖耐受度下降，导致第2型糖尿病。那长期睡眠不足更有可能让你身体的代谢平衡受损，造成第2型糖尿病的风险上升。那我们今天要来谈的3个方法。你晚上睡不着觉得自己像条美人鱼一样被翻来翻去、煎来煎去。如果你再不睡，就一定不美。所以你想办法让自己睡着，然后你就开始数羊，到底要不要数呢？所以研究有不同的看法。有时候觉得你太过集中精神，一直在想168、169、168到底数到哪里啊？这样数下去真的很难一路发了。有些人就认为说，你很放松，你一直在算数吃算数，不知不觉就会睡着很像以前写数学题写到睡着一样。这个数羊就看你自己但是不要数钱数了不小心太嗨睡不着就糟糕。那提供给大家另外一个方法，这个方法叫做意象睡眠法。什么叫意象睡眠法呢？这个研究是在2002年发表在这个行为研究杂志上面。他说找41个大学生，把他们分成3组。第一组就告诉他说，你想要怎么睡就怎么睡，随便你。第二组说，你晚上睡不着很焦虑的时候，你就想什么东西都可以，想办法去转移你的注意力。那第3组呢，他就使用这个意象睡眠法，也就是说睡不着的时候，他要去想一个很让人心旷神怡，他很想去的一个地方，可能是曾经去过的沙滩或是公园的草场。但是这个地方不能让你太兴奋，不能想说要去赛车不能想说再跟谁发生关系，当然也不能2个结合，想说我在车震这样也很危险。那结果发现说，这3组当中使用这个意象睡眠法，想一个画面，它的入睡时间其实最短，所以大家回去就可以试试看。
想一个画面，真的想不到就起来订阅高医师说，看看影片可能很无聊也睡着了。我们要怎么样减少夜尿？那其实2022年的研究就发现说，糖尿病患者他们跟一般人比起来是增加1.49倍夜尿的风险。那尤其在亚洲以及男性特别明显，所以赶快转发给你旁边的男性病友。那为什么会这样？当我们血糖过高的时候，其实身体处在一个比较高的渗透压，就身体里面很多糖嘛，那我们身体想要赶快把它排出去，让身体变成正常的状况，所以晚上可能就会起来想要上厕所。那再来就是糖尿病病患他有可能有心血管问题，或者是久了，这神经病被影响到膀胱。那再来糖尿病患者其实久了也会影响到我们的这个肾小管。那我们肾脏变差了，当然浓缩尿液能力变差，晚上就夜尿。高医师提供给大家4个方法。睡前2-3个小时就不要大量饮水，还是可以少量喝，以免晚上水分过少。在睡前不要使用利尿剂。糖尿病患者后来水肿的时候可能会用利尿剂，我们尽量不要在睡前服用。睡前要稍微抬脚，睡前大概2-3个小时就可以抬个20-30分钟，让水从周边回到心脏，然后再用小便排出去。搭配中医的补肾化瘀的药物，推荐给大家这个厕所再见方。我们用山药5钱、黄芪5钱、金樱子5钱、丹参3钱、桃仁3钱。那山药它可以补肺脾肾，可以降血糖，尤其更年期后夜尿多的，一定要用山药。再来，我们用黄芪，它可以降糖利水，所以这个方子一样不要在睡前喝好，免得你这个水沥的太多。再来，金樱子它可以固精缩尿、涩肠止泻。以前我有一个病友，他就告诉我说，他就是长期服用这个金樱子跟枸杞，后来就改善他的睡眠的夜尿。再来，我们使用丹参，它可以活血化瘀，改善膀胱的血流量。那桃仁一样活血化瘀，它还有一个功能是润肠通便。而且桃仁这种桃仁类我们中医以脑补脑，现在来看也是很合理富含维他命 E 或饱和脂肪酸，预防失智。如果你现在还没有手脚麻，你还是要看完，因为糖尿病刚诊断的时候，大概有7.5%的人会手脚麻，经过10年就上升到25%。如果你活得够久，25年，将近有一半的病人他会有手脚麻的现象。那这手脚麻的状况很多元啊。第一个多发性神经病，手脚觉得麻麻，刚开始可能觉得奇怪，怎么有人在牵你的手？什么感觉？好像戴手套或者常常觉得顿顿的那种感觉，或者脚觉得穿个袜子的感觉。那如果我们影响到我们身体的这个自主神经我们可能流汗流不太出来，开始觉得性功能有点障碍，然后肠胃蠕动变慢，或是常常站起来就头好晕，或者是你是影响到单一的神经病变，常见就是晚睡到症候群不是晚睡这个晚睡到症候群就是你的手指头会觉得麻接着纽扣没有办法扣，然后抓东西没有力量。那哪些人容易这样？就像是男性病程比较久的就是年纪可能比较大的，血糖控制不好的，糖尿病的眼底的病变那高医师一样教大家几个方法。我们要去按压我们的12井穴，按压下去就会让我们好眠。但是12井穴在哪里？其实就在手脚这个指甲的末端，这个井穴就是经脉它交汇的地方，所以它气血是流通很顺畅的地方。那我们糖尿病的病人，我们平常就可以这样的按压，泡热水改善我们的血液循环。那再来我们要做一点保护啦，不要变成这个广告里面被脚踏车压到，阿嬷你那一波尴尬，那已经太晚了。所以平常就戴个手套，或者是我们穿袜子要小心。gentleman 是什么？穿那种尖头的鞋子脚就容易受伤。那再来你也不要没事抠脚皮去鸡眼或是剪指甲剪得很深。中西医的合并治疗，西医包含可能也使用一些 B12或是用一些止痛或是改善末梢神经循环的药。那中医高医师之前遇到一个病人，也是糖尿病手脚麻7-8年，就常常觉得手脚感觉怪怪的，有东西等等的。吃完中药之后，他这个现象也是在几个礼拜之后就觉得有缓解。所以中医这些改善末梢循环、活血化瘀或是补肾的药，
其实是有帮助。讲到这里，你就会问我说啊，我有在吃西医的抗凝血药，或是我有在吃利尿剂，能不能搭配刚刚讲的这些方子？那其实我们就是要看到你的状况，然后按照你的状况来给你不同的药。那最后就是我们血糖还是要控制好了，糖化血色素最好控制在8以下，当然能够7以下就更好了。那请大家在底下留言告诉我们，未来你还想看更多什么样的影片？希尔西买是良药，每周六晚上7点开始说，我们下次见，拜拜。